大家好，欢迎回到小李谈投资。今天我们讨论的是斐波那契回撤水平。斐波那契回撤水平用在技术分析上测试在趋势市场期间大波动发生之前预测潜在的供需水平，但是它不可以单一应用，应该结合其他分析形式，以做出明智的交易决策。在本视频中，我们将演示如何正确使用斐波那契回撤水平，以更深入地了解价格走势并改进交易决策。我们将逐步解释使用回撤水平进行持续交易和反转交易的两种最有效的入场设置。好，让我们开始。我们从基础开始了解有关市场结构的一些基本概念。无论您是在外汇、加密、股票还是其他金融市场进行交易，您都会注意到价格在大波动后会回调再向上。市场的这种性质是由于行为而发生的。当市场情绪看涨，并且交易者对某种货币对持乐观态度时，他们倾向于购买该货币对，这会导致单向走势。但是随着价格上涨，一些交易者可能会开始觉得该货币被高估并决定获利，有些人可能会做空，这可能会引发回调或回撤。相反，当市场情绪看跌且投资者悲观时，关于货币对，他们倾向于出售它，这会导致货币对的变动相反的方向。随着价格下跌，一些交易者可能开始感觉到货币正在超卖，并决定将其买回，这可以再次触发回调。大波动通常会通过动量将价格推向更远的距离，它们具有相同颜色的大实体蜡烛。相反，回撤代表图表上犹豫不决的形式。混合颜色蜡烛具有小实体和影线，识别回调的结束和大波动走势的开始可能会带来很高的利润，因为它使我们能够利用市场上潜在的买卖机会。这就是斐波那契回撤水平发挥作用的地方。斐波那契回撤水平是指价格图表上放置的一组水平线，用于指示趋势市场中的价值区域。主要回撤水平为 38.2%、50% 和 61.8%。现在让我向您展示如何在图表上使用回撤水平。假设我们有一个上升趋势，有一系列大波动和回调走势，我们已经确定了最近的大波动走势，并等待回调以找到更好的价格做多。因此，抓住斐波那契回撤工具，只需点击影线底部的开始，然后将该工具拖动到走势的顶部即可。然后您将看到回调水平出现在右侧。当价格回落至这些水平时，它们可以作为一种支持形式，并可能拒绝价格继续向上移动。但重要的是，回调有多种不同的形状和大小。我们有两种不同类型的回调，包括小回调和深度回调。小回调是市场强劲趋势的标志，回调将在 38.2% 到50%的回撤之间。另一种深度回调将发生在 51% 或更多，这是趋势市场疲软的迹象。现在的问题是，哪些回撤水平适合高概率交易入场？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划分了可能的回调范围，分为两部分。50%回撤水平上方的区域称为优质，和下方区域下称为折扣区域。现在尝试买入优质区域的资产可能会让您损失很多，因为市场通常喜欢淘汰早期买家，并从中制造流动性。另一方面，寻求在折扣区域进场可能会让您错过许多交易。当市场在强劲趋势中，但这可能会是高回报率交易。请记住，同样的概念也适用于看跌情况。这些是关于市场走势和回撤水平的一些基本概念。所以，让我们进入高级阶段。我们将向您展示我们如何使用斐波那契回撤水平交易。通常我们会结合回撤水平和价格行位来进场。有两种主要方式。首先，我们有趋势延续交易设置和第二个反转交易策略。让我们从第一个连续趋势设置开始。此设置基于618斐波那契回撤水平，最好用在深度回撤的配对上，例如黄金。此交易策略是趋势延续设置，因此当您可以清楚地识别趋势，您可以使用它。想象我们处于上升趋势，并且市场不断创出更高的高点。近期的波动走势从 A 点开始到 B 点结束，我们正在等待回调，以便找到好的价格进入多头。因此，考虑到我们处于上升趋势，价格重新测试 B 的机会更高于价格突破 A 而出现趋势改变。因此，为了进入该位置，我们将把回调工具从 A 放置到 B， 并在618点精确设置买入订单，止损点低于 A。我们将目标瞄准 B 点，
这样您的风险回报率将几乎为1:2.5。重点趋势延续交易设置最好是在1和2回撤时买入，因为2之后可能是最后一波上升趋势。因此，让我们在真实图表上逐步了解此交易设置的详细信息。但在我们一如既往的继续之前，请按下赞以表示您的支持，并在下面发表您的想法。在黄金1小时时间范围内，我们有明显的下降趋势，我们有一系列的波动走势和回调，这是最近的波动。因此，我们应用回撤工具从开始拉到结束，并将我们的买入订单放置在618水平。如果市场以某种方式设法深度回调以获取流动性，我们将有很大的机会进入交易，因为我们的风险回报率为1:2.5，获胜交易基本上可以洗掉2个失败交易。但您需要考虑2个因素，以便执行更精确的入场位置。第一个是价差，价格通常会在618水平做出反应的一个点内，因此要触发订单，您必须以高于0.618的价格大小下单，或注册差价较小的经纪商即可。您需要考虑的第2个因素是更高的时间框架市场结构。在进行任何交易之前，问问自己价格从何而来，以及在达到更高水平的需求或供应之前，它还有多少空间。例如，考虑黄金的相同事例，如果我们缩小到4个小时的时间范围，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价格前面的较高时间范围区域的主要结构，并且在到达它之前，我们有空间。假设如果价格缓解了较高时间范围的需求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在未经确认的情况下建立空头交易，因为市场可以轻松改变方向并忽略较低时间范围的供应区域。让我们看一下1小时时间范围内的另一个看涨例子。我们有一个上升趋势，这是我们最新的波动走势。只要我们保持在这个波动低点之上，我们仍然处于上升趋势。所以现在如果市场回撤到折扣区域，这将是进入多头的机会。但在进行任何交易之前，让我们检查更高的时间范围，以了解更多的情况。在4个小时的时间范围内，我们注意到我们最近突破了关键水平，因此需求受到控制，价格也有很大的空间到达下一个阻力区。因此，基本上更高和更低的时间框架处于相同的看涨方向。因此，我们将应用斐波那契回撤工具，并将我们的多头置于0.618水平，止损位低于波动低点的几个点。目标定义完全取决于您，但最低蜡烛的收盘价是安全区域，以确保利润。让我们继续观看下一个部分，就是反转交易设置使用斐波那契回撤水平。反转交易可能会很棘手，因为我们将针对反主导趋势进行交易，但反转交易设置的优点是它们可以导致巨大的风险回报率。我们将向您展示的这个交易设置是3个概念的组合，主要级别结构、双顶双底形态以及回撤级别。那么，让我们从主要的结构层次开始。当一个区域多次被拒绝同时充当支撑和阻力，并且最近受到尊重时，我们称之为主要结构级别。这个汇合机会使价格从该区域反弹，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易设置。双顶或双底是一种流行的 M 型反转形态，价格行为交易者广泛使用。但请记住，我们有一个简单的规则来识别有效的双顶或双底形态。在双顶的情况下，绘制一个盒子在收盘最高价的蜡烛和蜡烛影线之间。在这种情况下，第2个回测的蜡烛必须至少碰到盒子和主体的收盘，不能超越盒子。现在让我一步步向您展示如何进行反转交易设置。我们使用2个时间范围做交易策略。在较高时间范围内，我们分析市场方向和结构，并寻找主要结构水平有可能拒绝的价格位置。让我们看这更高的时间框架，我们可以在其中分析市场结构和主导趋势。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处于下降趋势，直到达到这个价格和出现假突破而未能建立更低的低点，表明动能丧失。随后，价格突破了关键的供给水平，表明需求已经控制。我们可以注意到最近出现的这个结构水平多次被拒绝作为支撑和阻力，因此，如果市场再次达到这个水平，它很有可能拒绝这价格并出席潜在的买入机会。此外，我们有很大的空间迈向下一个阻力位，这成为我们买入的理想交易设置。我们的下一步是等待价格测试结构的关键水平，然后放大到较低的时间框架来执行我们的交易。在较低的时间框架上，
我们将寻找有效的双底模式来指示潜在的反转。一旦价格突破颈线并完成双底形态，我们将从走势开始到结束使用回调工具，并将买入订单精确放置在618回调位。我们的止损将位于波动低点下方。我们将在更高的时间框架上瞄准下一级别的市场结构。在黄金4小时时间框架内，我们最近突破了供应水平，因此如果市场回调至该水平而被拒绝，这就证明需求将得到控制，这将是寻找多头交易的绝佳机会。因为该水平是一个主要的结构水平，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等待价格进入这个区域，并放大到较低的时间范围，并寻找进入原因。在此1小时内，一旦价格达到此处，我们就可以观察到更多细节。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个双底拒绝价格，颈线已经突破。如果我们进入市场，我们的止损在任何情况下都将低于这个波动低点。所以，如果我们现在进入市场，我们的止损将太大，我们必须等待回调，以更好的价格入市。我们应用回调工具，并在618斐波那契水平下买单，并将止损置于波动低点下方。并在价格达到2倍的风险时平仓一半，这样您就可以使您的交易实现盈亏平衡。当市场进入更高的时间框架供应水平时，再并平仓另一半。本视频就到此为止，我希望它对您有一些价值。如果有，请点击赞按钮以表达您的支持。我们下一集再见。